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打开手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先来认一下今天的5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白庆玲。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只有你愿意相信他是美好的人。大家好，我是严品红。遇见爱情，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雷鸣。相信一个人完美容易，就怕错信了。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情中的滋养啊，不是甜言蜜语，而是你的每一句话，他都能接得住。好了，我们先来认一下今天的2组嘉宾，请开门。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方先生34岁，来自黑龙江，司机；小小27岁，来自甘肃，金融保险。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这段感情给你带来什么了？带来了焦虑。我本来是个特别开朗的人，跟他在一起之后变得越来越内耗，我真的有点坚持不下去了。有温暖也有烦恼，天天惹我生气，我还不能说他，一说他就给我上纲上线。你对对方有什么不满？他情绪不稳定，还大男子主义，希望我能做他的贤内助，可我想做自己。他根本不会照顾家，成天往外跑，我在他心里可有可无，我在这段感情里感觉特别悲催。感觉都不太满意啊，谁先说一下呀？这次上来这个节目是我打算来的。哦，那你先说吧。我就是感觉吧，我跟他谈恋爱，我对他好像来讲可有可无，他的思想比较独立，而我呢就想找一个能以家庭为中心的女朋友。但是他呢经常出去，要不就是工作，要不就是应酬，经常是很晚才回来，后半夜才回来，我喝得五迷三道的。所以时间一长，我们感情出了一些问题。不是，你俩谈了多长时间了？不到1年。这怎么在一起的呢？当时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你刚才先生你说的，你想找一个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女人，那你找她干嘛呢？当初你们可以就不走一块儿呗。别人介绍的时候大家都不了解嘛，是不是？当初跟我装也没有这么多事儿啊。后来我就慢慢发现这个人就是本质就暴露出来了。哎呦呦，别用那么重的词儿嘛。因为现原形了就。哎呀，那更严重了。哎，不是，你是今天来求分手的是吗？也不是说求分手啊，原形暴露了还不赶紧分，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就是吧，觉得嘛，经历一段感情很不容易啊，感情嘛也是在于人维护嘛，也是在于付出，付出一段感情也更不容易。调整。我希望能做出改变。你刚才一下子很密集的说了3点啊，第一点说经常晚归还喝酒，是吗，女士？老师，是因为我做销售嘛，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去应酬，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就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出去应酬的少一点，因为感情刚开始嘛。后面就是我觉得感情比较稳定了，也可以去专注事业了，可能就会常出去。一周会几次？大概5、6次这样子。啊，那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平均几点回来呢？10点、11、2点这个样子吧。那真是后半夜了。你看你男朋友这小眼神儿，这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呀。我又没有越界去做什么东西。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是你觉得这对你俩来说是问题吗？对我来说不是。你不需要陪伴，我不需要长时间的这种依赖跟陪伴吧。我比较独立，不太依赖就是另一半。你不依赖另一半，我是理解的。那你对另一半的需求是什么呢？比如说之前认识他，大家比较喜欢出去旅游啊，有时候可能会倾诉。但是就是这段时间的相处下来呢，我发现我跟他的思想是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然后大家的追求也不同。他这个人呢，就是很保守，而且特别的多疑吧，总是怀疑我，然后我就有点内耗，我不知道要不要进行下去了。他怀疑你什么呢？可能我平常陪他的时间比较少，然后他又比较依赖就是这种情侣之间的陪伴，但凡捕捉到一点点信息，他就总是说我比如说不检点等等的，这些刺耳的词我实在是接受不了。1个月30天，他得将近20天在外边应酬。有一次吧，我记得赶上礼拜6、礼拜天，他正好是休息啊，我呢这就赶上这周6这加个班。加班我的时候我就寻思嘛，我说我下班了，我这他今天就休息了，平时都忙嘛，我寻思回家整个2人世界。等我加班下班回来一看，人没了，饭也没做，屋里卫生也没做，连被子都不叠。我又等到11、12点才回来，当时我就不愿意了，就因为这个
我们那当时就大吵了一架。我看人家年轻人处对象都是如胶似漆的，是不是？一到周六日了、休息日了，人家出去海边、沙滩、西餐、烛火的，是不是？那处的热火朝天呢。那我这个处的是不汤不水的，有时候我甚至感觉跟他处对象谈恋爱比冬天还冷。我已经说了，就是现在呢，基于感情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就可能会应酬多一点。对，这个样子。然后呢，他就是非常一个传统的男人，他就希望女性就围着他转，为他比如说洗衣做饭，做好饭等他。而且他刚才也说了，他也去加班，他觉得我加班就不应该，他加班就是应该的。他甚至说我去鬼混。现在什么年代了，他天天把三从四德挂在嘴边，想要用这种东西来约束我。我说不允许你工作了吗？我说女子你得尽到你的本分，你要以家庭为中心。他这个人就是思想太幸福，一点家庭观念没有。你用过这个那么难听的词吗？说他不检点、鬼混，什么情况下这么说的呀？我当时也是因为特别生气嘛，是吧？干啥特别生气？就是本来我这礼拜六我先准备好了，这个姑娘她什么时候用了这么重的词儿说你不检点？发生了什么？当时就是我们可能作为销售的话，平常大家在嘴巴可能都比较甜，可能就互相称呼什么亲啊、亲爱的。他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跳出来说我了。他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亲啊、亲爱的？有时候可能就是聊天的时候，他问我，我没回他，瞥见了我的聊天，然后就会这样说我。看见你手机了是吗？是的。你咋不说你聊天内容有多不检点呢？啥内容啊？我看到他那个聊天内容。我也不知道他那边是谁，应该是男的，我看头像，我也不知道同事还是朋友。写什么在干嘛？什么小宝，是什么吃饭了没有？还有什么亲啊？往哪亲？你什么关系？他这么称呼你啊？你说话能不能掌握点分寸啊？那话是随便能这么说的吗？老师，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特别无能暴怒的人，我左右不了别人怎样称呼我。姑娘，你咋能这么冷静呢？你看他特别震惊，然后你我就这样。老师，但凡我跟他吵的话，我觉得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也用不着今天来这边了。可能就是我比较冷静，对。所以你觉得什么人家叫你亲，你是能接受的？别人那样叫我，但是我并没有那样去回应啊。就不管是我怎样，包括我之前去应酬，我只是保持工作的关系啊，我也没有怎样去靠近别人或者贴近别人，或者想用美色去取悦别人。请问你做哪个产品的销售啊？我们是做这个金融保险这一块。不是，那他这么多内容的这个聊天，他是瞥一眼还是专门拿你手机看的呀？这个只是瞥一眼。我觉得他是特别敏感，然后又特别不自信的人。有一次我周末就是难得在家休息，我在睡觉，就突然间就被他叫醒。他特别凶神恶煞，拿着手机，他问我，他说你跟这男的什么关系？主要是我当时就是在休息嘛，我都被他问懵了。主要是我越解释他越激动，当时我特别难受啊。不相信我的是你，然后总是你在怀疑我，是你触犯了我的底线，你趁我不注意打开了我的手机，而且我并没有在他面前展示过我的开机密码。后面就是越想越恐怖，我就觉得头皮发麻。这个人就是他这种聊天内容非常尺度非常大的人，让人我觉得只要是个正常人都很难理解，因为他是我女朋友。聊这么肉麻的话，对不对？这个事你搁谁正常来说都很难理解。你说我要是不喜欢你，我不爱你，无所谓，是不是？你行，你爱跟谁聊跟谁聊，你爱咋聊咋聊。既然说跟你想要处男女朋友，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太大隐私。如果说你行端走了之后，你也不怕被人看，对不对？这先生，你都说了又不检点又什么，你换个你认为检点的不就得了吗？你较什么劲呀？当把感情付出到一定爱，不是很容易能再收回来。我还想继续再他如果说能做出改变，改变一下。还有啥你觉得需要改变的？穿搭，包括自己穿搭也是没有边界感。怎么了？他穿搭你们不知道，老师夏天的时候啊，穿的特别暴露，就是那种超短裙吊带的，甚至他穿到这块儿，这走在大街上，谁见了谁都看。保守一点，是不是？你女孩子爱美，我可以理解，是不？但是咱要保守，有好的服装，咱没必要穿那么暴露性感。那他就跟我说啊，这是我的自信，这是我的自由，你无权干涉。你又不是玛丽莲梦露，是不是？你穿什么性感呢？本来就是啊，现在早就穿衣自由了呀。再说了，就算大夏天我穿一个吊带，我外面也会套防晒衫，那也有底线。哪怕是穿一个 V 领的裙子，只要你不趴在我身上，用特别奇葩的、特别变态的角度看，也是什么都看不到的。本来就是他特别的不信任我一个27岁的小姑娘，我年轻貌美的，我展示我的自信，我有什么不对吗？再说了，穿衣服是我的自由，别人如何看待我，我根本不在意。与其有这个时间怀疑我、指责我，不如你自己去练好的身材给别的女生看一下，我也不介意啊。就你不放心我，你才会把所有的别人的对我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是审视啊什么，就是
反过来用这些东西来伤害我。咱只要没有奇装异服、违反公序良俗，他就不可耻。你说你说话太严重了啊！你改一改是不是？行了，咱换个话题说，其他的你们过了也快1年了，钱呀、生活呀、什么洗衣做饭、日常花销啊，这个上面有分歧吗？因为我们这是恋爱嘛，是吧？说一样嘛，也不就是不分你我，就把我卡都放一起了，大家都互相知道密码。然后有一次赶上过节，我就是今年我在北京，我说回我家了，但是我寻思给家里打点钱嘛。我拿着卡到银行一看，少了5000块钱，我就问他我干什么用了？他说他一个朋友了，还是个男的。他完了他就说他就急用一下，是不是？完了之后过2天他就给我，过几天就会还给我了。我说不是说你借几天你就第2天还给你，得跟我说什么？你不管是借钱给别人，还是你自己花了？兄弟，你是不是得跟我说一声？老方，小方，哎对，哎，你怎么能从头到尾都急赤白脸，然后人家就无动于衷？在生活中，就是他做这件事让我非常气愤，我理解你生气，你尊重我了吗？是不尊重，但咱好好说呗。他又不跟你吵吵，你一个人吵吵不累吗？哎呀，老师就是大家其实也都能看到，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而且就是一点就炸的人。我觉得他不仅仅是我看到他情绪不稳定有点别扭，我看你这么冷静也有点别扭。不是，我就特别奇怪，你们俩人正恋爱呢，把各自银行卡就搁一块儿了，而且密码彼此都知道，这个行动是什么意思？我们是抱着结婚的目的去的，所以这是一种信任的，互相信任，我觉得没有什么隐瞒。那你为啥不告诉要在一起？不是。你为啥不告诉他这5000块钱呀？当时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他们借钱。我这个人呢，就是平时比较大手大脚，也确实没什么存钱的概念。然后当时就想着朋友难得张口，他肯定是有急事。谁没有点急事呢？然后你跟他说一声不就行了吗？如果我告诉他，我说我有个朋友借钱，而且是个男的，这肯定当时就不行，就又追问了，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就还是回到那个老路上了。对，然后我就想先拿给他，而且朋友特别讲信誉，结果就是被他发现了。主要是发现之后，我就立刻马上就给他道歉了，我就说这件事儿，然后他就像守财奴一样，他每天追着我，朋友还了没，我真的是很烦哎。然后我工资发下，我就立马给他转过去了。哦，那你朋友还了没有呀？我朋友还了，就是他晚还了几天。那会儿你是没有钱，所以用了他的钱，是吧？对，人家钱也还回来了，咱就别老急赤白脸找这个事儿说了啊。那在其他消费观上呢？他又抠门又有掌控欲，平常都是我自己，比如说发工资了，我就会去买点包包啊、衣服、化妆品。他就说，北京开销这么大，你少花点，然后把这些别用的东西别买了。我就在想，到底什么是有用的东西？那你告诉我。再说了，我的工资，我想怎么支配，那是我的自由。你不要干涉我的社交，还干涉我的财务，我接受不了这一点，我也不花你的钱。就是朋友那次需要钱，我先拿了你的钱。我让你攒那钱有毛病吗？北京花销这么大，你也知道，老师他呢就属于那种月光族，根本就不是过的人。我跟你说，我说你攒点钱都是，我们年轻现在攒点钱，我们以后在北京本来开销就很大的，还要租房子，还要够日常的开销，我们以后还要生活，万一以后结婚有孩子呢？他就一点就没有这个概念，完了他就跟我吵，哎，你一说到他。没有理定，他知道自己心里就是理亏了，哎，他说不上来了。他说我情绪不好，我没认识他的时候，我情绪很正常。哎，他还说他以前很活泼，认识你之后变成很沉闷了，是刚才你说的吧？对啊，他就老是约束我，他是非常的大男子主义又好面子，他完全不能接受他的女朋友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也不能接受他女朋友在职场混得比他好，工资比他多。哦，你比他挣得多呀？对啊。那你攒下钱了吗？没有，就是消费习惯不太好，但我确实赚的比他多，我也不花他的钱呢。男生呢？你攒下钱了没有？我攒下一些。攒了你工资的%多少呀？差不多能有一半。哦，对，一半。对，那这个我挺你，我觉得这挺好的，还是要攒点钱，年轻人。可是老师，你挣的再多，你都花了呀。可是我跟他在一起，我并不花他的钱呀，大家房费也是 A 的呀。我的工资我自己支配，他凭什么要约束我呢？这个，他买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不住吗？如果你俩结婚，他买房，你不住吗？不是说我不住呀，我觉得我现在根本不想跟他结婚，他不要再这样约束我了。再说我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我觉得我肯定要有自己的房子。你要有自己的房子，也是自己买，和他没关系。当然了，对，肯定是跟他没有关系呀。你现在都没攒钱，你去哪儿弄房子呀？我现在不一定在北京常住，就是也不一定在这儿定居吧。哦，所以也没想在北京攒钱买房子。但是对，是这样的。你怎么看上他的呀？就是当时他比较儒雅，我这人又比较在意细节，他表现还挺好，而且他比较喜欢旅游。这也是我喜欢的，所以你们的矛盾都说出来了哈，财务上、信任上、生活习惯上、三观，这叫三观不一样吧？三观有些不一样。三观好改吗？我觉得如果说愿意的话，或者为了一种感情能继续下去，我觉得可以值得的。那你要改一改，改成他那种潇洒的三观呢？就我有钱就花，我享受现在。
你能改吗？我可以做出改变好但是他也必须得做出改变。好，我希望他也必须得做出改变。行，那究竟能不能改，又愿不愿意改，或者说改得了吗？咱们听听大家的观点啊。其实我觉着吧，感情这事儿吧，得需要两个人一块儿去经营。关系的话，肯定也得是两个人努力去维系。就是如果不是说有什么原则性问题啊，可以包容，可以理解。三观其实也不是说一开始不一样，那以后他就一直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说他们俩必须分手的一个原因，劝和不劝离嘛。反正我不像他那么能说，但是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就是这位女士，她应该更适合一个比较成熟的事业型的男性大哥吧，人话少点行吗？成功型的事业型的男人能接受自己太太1周6天在外面喝酒喝到12点吗？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两个人至少有话说。大家都一样，都出去喝酒6天，1天回来就够了，是吧？当然也要相互陪伴。行，我只是就你的话说的啊，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你们明显不适合呀，两个人他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女孩站如松似的，而对于您来讲，就是咱这位兄弟站在这儿像跳踢踏舞，皮鞋一直磕的咱舞台都踢踏踢踏的响。刚刚那姑娘让您消停点，其实消停点的不只是语言，动作也可以消停点。但是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小动作会比较多，因为你说的虽然多，但您嘴笨，您说着说着就会开始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越说越急。为了使自己准确地表达出情绪，只好加上手势动作呀和肢体的一些动作，希望对方能明白。但是这个样子就让你的女朋友就越发的冷静下来。看着一个手舞足蹈的人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有人一起手舞足蹈，还有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冷静，提醒自己的是，我不要像他一样气势败坏，我不要像他一样失去控制。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只是说你们的站姿问题、仪态问题了，你们对于生活各个方面看法都不一样。尤其是兄弟会一天到晚生活在恐惧当中，您的这个恐惧又很难用语言去表达清楚，又总觉得女孩给你带来了极强的不安全感，到最后你可能会出离于愤怒。就是当手势、当肢体的动作都不能够表达出来你的完整意思的时候，一个嘴笨的人有的时候可能会自我伤害，也有的时候可能会伤害他人。我怕您情绪失控的时候会走极端，所以您也就不要再刺激他。有的时候刺激别人是靠跟他一样的发火，但是呢，那样两个人同频了，他们在同频共振。还有一种刺激的方法更恐怖，那就是一个成熟冷静的丈夫和一个歇斯底里气急败坏的妻子。但是今天正好倒过来，是您在这里成熟稳重，他在那里气急败坏。为什么？因为你永远不反应，你像一堵墙。因为你像一堵墙，他才会越来越抓狂，你也会激怒他，你用你的成熟冷静刺激的他越来越跑偏。所以不合适的两个人早一点分开吧，别再去构建未来了。我觉得他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的都让我很惊讶。男生一直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像踢踏舞一样，表达方式也是张牙舞爪的。女生呢一直是很冷静，其实也没有什么对错。但是我觉得偷看人家密码有点可怕。还有就是穿衣暴露这个事儿，如果说有人可以说他的话，也是他的母亲可以跟他私底下交谈这个事儿。自己最亲近的人，你没有资格说他穿的怎么样。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俩住在一起，然后你还要管他的钱，你们俩得成为两口子之后，你才能有资格说你不要花那么多钱，咱们家应该攒一点钱。但是你现在才刚跟他相处1年，我觉得有点为时过早。而且女生呢，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自由的一个新时代的现代女性。发信息这个东西呢，咱们说什么亲啊这种语气应该是现在很多很普遍的，但是呢还是应该注意一些。包括晚上喝酒喝得那么晚，就说你现在还是一个玩的年龄，你不适合结婚，因为你们两个所有的一切都并不匹配，所以才让这个男生扭曲愤怒，而且产生了那种窥探窥视。这么走下去对两个人都不是什么一件好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还是慎重吧，不合适
总有一天会崩的。我觉得女生搬过来和男生共同租住，对吧？传递给他的信号是你也想，如果两人有朝一日组成家庭，对吧？对。什么叫家呢？三观一不一致不是最重要的。家为什么叫家啊？这房檐下边有俩人、仨人、4个人，是吧？这叫家。你有要成家的样子吗？多大买卖，一周喝6天酒啊！小姑娘26、27岁，20多岁的小姑娘要成家，不以家庭为重，以什么为重啊？你是自由的新时代的独立女性，你就不要成家嘛！你一周喝8天酒都没有人管你嘛！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啊！怎么跟别人聊天，别人没资格评判你啊！愿意叫你小宝宝就叫啊，愿意叫你亲就叫啊！一个能随便被男性叫小宝宝的人，他说我不能控制别人怎么叫我啊！你问我们哪个老师有人男的除了自己的配偶、男朋友这得敢叫小宝宝的？我们长得也不像小宝宝，配偶都不会这么叫，好大一只宝宝。对啊，你说那我不能阻挡他们叫我，就是因为你没阻挡啊，你没拒绝啊，那这样谈什么恋爱嘛？所以我建议你赶紧分手，过你想要的单身生活。等你觉得我创业有成就了，我想要回归家庭，那么我就这段时间集中起来去做回归家庭的事儿。将来我有了宝宝了，我可能以宝宝为重，可能又过了一个阶段，我的事业上升期，那我可能宝宝要请家人帮我多照看，我再去努力打拼都没毛病。就得两个人得是在同一个阶段，才能够组成一个和谐的情侣或者亲密关系啊！你们不同频啊，男生我觉得。就是你说你的观念是，我想这个女人在家做贤内助也没毛病，很多女性愿意做贤内助，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对生活的要求不一样，有人还就愿意做贤内助，咱也不能阻止说你必须女性成长去独立，还有人愿意做全职妈妈呢。你的观念价值观不是有问题的价值观，你跟他一样的问题是不尊重，如果不能做到尊重，你就早早换一个能够和你价值观一样，现在愿意在你这个人生阶段陪伴你进入婚姻，以家庭为重，这样的女性很多呀。你干嘛一边找着他，一边喜欢着他，一边说我想和你成家，一边骂他不检点、穿着暴露、没有女人样，多难听啊！不尊重别人就是不自重，所以你也告别这段不适合自己的关系吧。你们在这种关系当中都成为了很讨厌的样子，我建议赶紧分手，去做更好的自己，去找更适合自己的那个他。就是二位可能动机不太一样，我问一下啊，老方，你是想跟他结婚吗？因为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是奔着结婚去的啊，你就是想跟他结婚。然后问一下小小，你想跟他结婚吗？一开始肯定是想的，不然也不会在一起。但现在就是在一起，发现真的是非常不合适。所以两人动机不一样。老方，如果说我是一个女性，我每个月月光我都不攒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将来过日子要花男人的钱呢。所以我不攒钱啊，以后要结婚要买房，有那男的呢。然后你挣的还没我多是吧？那我以后跟你要结了婚的话，我生活质量是不是下降？我为什么要为了嫁给你而生活质量下降呢？所以你看，说明白了吧？人家说的特别明白，为什么跟你在一块儿啊就想谈恋爱，就是一开始你挺儒雅的，咱们能一块儿出去旅游。您现在那状态儒雅吗？气急败坏。您不断的咆哮啊，所以你现在在他心目当中，你没有一开始可爱。所以他可能听你话吗？不可能。老方，你是想结婚的，你想结婚以后在哪儿过日子？计划是在北京呢。你知道他结婚以后想上哪儿过日子吗？我就是希望他能稳定下来，跟我在一起嘛。你都没说稳定在哪儿，就是北京嘛。人家刚才说了，人不一定在北京以后，你没仔细听吗？人家刚才说，为什么不买房啊？为什么不攒钱买房？我都没想我以后一直在北京啊。你都不知道对方的需求，你是真奔着结婚，他小小就奔着谈恋爱啊。既然也要谈恋爱，我省点房租呗，然后一起出去旅游呗，然后你挺儒雅的呗。现在你不儒雅了，然后你还要求我攒钱，所以你们二位，我倒不是觉得非得什么分手乱七八糟，都弄明白了彼此需求，还能谈接着谈。我问一下小小，你想好以后在哪儿结婚安家了吗？没有。听见了吧？所以你们需求都不明白，他是想恋爱，你是真想结婚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你们二位先界定一下关系吧。咱们是不是要结婚？先说明白。如果要结婚，咱们大概多长时间？
还是咱们先谈恋爱试试，在怎么着之前，咱先别聊结婚的事儿，好吗？这个动机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需求就不一样。你们俩性格呀、朋友圈啊，各方面理念都不一致，但这不是就是决定你们是否能不能在一起的核心关键。我问你们俩一句话，看你们怎么回答啊？你愿意为他调整自己、改变自己吗？不愿意。男生，我算比较愿意。核心在于哪儿？就是你们在这段关系的诉求不一样。如果进入婚姻或者稳定的恋情关系，求的就仨字儿：安全感。男生是通过掌控关系来获取安全感的。即使我把钱放在你那儿，我也是在拴住你。形式上告诉你，我们俩这关系密不可分，不分你我。但一旦出现问题，立马就炸。女生的安全感来自于哪儿？来自于事业，来自于你的自由，所以你才会月光，因为你有这个底气说下个月我还能挣来这么多钱。敢花是因为我敢挣。每周要有6天在外面，真是为工作吗？不要骗人了，不可能的。你为的就是自由，为的就是享受自己的这种状态，甚至于为了不面对他这张无趣的脸，所以才如此。所以刚才第一个问题其实已经透露真相了嘛，没必要勉强了，真的没必要，好吗？就这样。好，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尹先生33岁，来自北京，医生；孟女士30岁，来自天津，集市摊主。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的感情处在什么阶段？动过想要结婚的念头，因为他的条件我挺满意的，又是医生，还没结过婚，但是他表面挺老实的，其实花花肠子特别多。我们俩处在高开低走的阶段，他一开始特别着急要跟我谈到人生大事儿，但是后来就突然理智了，看我哪儿都不顺眼。在你眼中，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好大夫，但是在生活中是个很差的伴侣，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我又抠又刻薄。他特别的现实，凡事爱计较，而且对我要求特别的高，总想让我为他改变原则。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哎呀，这矛盾挺大。哎，你俩怎么认识的呀？一个天津人，一个北京人。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啊。然后我们认识。尹医生，你这33岁没结婚，不相亲就认识不了对象是吧？主要是因为平时工作也实在太忙，然后我们单位就是说句什么情况，就是老龄化比较严重。本来应该是有很多小护士，但是说句实话，他们护士恨不得比我岁数都大，都已经结婚了，有机会去相处的女生很少。所以经人介绍相亲认识了他啊。对对对，您是没结过婚的，那女士是结过婚的，离婚的吗？对，我有过一次婚姻然后跟前夫有一个孩子。那你们2位当时怎么就相上了呢？他条件挺好嘛，就学历又高，然后工作又好，这女生都希望找条件好的。那你是怎么选择了这个孟女士的呀？我感觉就是当时她也是感觉挺温柔善良的，然后也比较符合我的审美标准吧。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跟我第一个女朋友之所以分手，是因为有原则性问题，她什么事儿都听她父母的。然后我们俩本来是挺好，最后被她父母、闺蜜、舍友整就直接一起给劝分的。所以我就特别讨厌那种就是一点主见都没有的女生，但是她很有主见。我比较主动然后我本来性格也比较这个急性子，就也比较直，我也比较想结婚，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嘛，但是就是我有自己的一个小心思，我不得不承认，因为我那个前夫吧，他各方面条件就是不如我优秀，而且他是一个就是在生活中我认为很差的人。
但是呢，就是前段时间我听说她也要结婚了。说实话，我有点不平衡。她跟她前夫离婚了1年多，然后她听她前夫找到新欢要结婚了，她现在觉得不舒服了心里，然后想找一个条件都比她前夫要优秀的，马上结婚，要把她前夫给比下去。你不能这样说。如果说你不好，我不喜欢你，我能找你吗？她就算她前夫不结婚，你俩考虑结婚吗？我谈恋爱就是为了想要结婚。那你一般考虑多长时间会决定？一般至少得半年到1年左右，但是他时间太短了。但是我跟他提的时候，他同意了呀。是我见的。啥？那是你自己说的啊。咱慢慢说，慢慢说，别着急。你跟他在一起好了多长时间？你提出的结婚？我们俩相处半年了，然后3个月的时间吧，我跟他提出来的。半年还是3个月呀？就是我们俩相处半年了，但是就是在3个月的时候，我提出来结婚这个念头了。3个月的时候提结婚，你当时是同意的是吧？同意。我当时是同意了，但是我当时也提了个小请求。这是小请求，你快说吧你。因为就是我从小应该也算是书香门第了，然后我父母的话就是对我要求特别的严格，甚至来说是可以苛刻，非常强势的要求我必须得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来干各种各样的事儿，甚至连把我后路都安排好了。然后我们家有一个世交，就是那个女生她的父母也是这么要求她的。那么我父母非得让我娶这个女生，先从相亲开始，然后最后步入婚姻，娶这个女生。那个女生他们家也是这样，我们俩是非常默契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感情，但是没有办法，得做个样子，得给双方父母一个交代。他每次回北京的时候都约人家见面，然后还喝咖啡，然后俩人还有微信，还经常聊天，就是要做出谈恋爱的样子。对，就是为了迷惑父母。就是他同意跟我领证结婚，然后同意跟我在天津一起生活，因为他在天津有房子，但是不能告诉他父母。我跟那个女生聊微信的时候，我们俩从来没有聊过感情方面的问题。你爸妈还是知识分子啊，信誓旦旦强迫儿子娶。他们两个是非常。然后你自己自由恋爱还不敢跟父母说。就这种假装谈恋爱的状态持续多久？大概是3、4年左右。3、4年一直在谈恋爱，那你的父母或他父母不知道你们该结婚了？一直催过，但是我们一直打太极，因为我们俩也是知识分子，我跟那个女生的话，其实相当于一个合作战友，共同去对付双方的父母。脚踏两只船就是。那可真不是。这个女生自己有对象吗？那个女生的话，她有没有对象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从来没问过她，因为我不喜欢她，她的感情我不所以我就要求关心。让他们俩人断联嘛。我断联了，但是微信我不敢删，因为我要是敢把微信删了，我父母该从北京过来删我来了。也挺坦诚的，虽然你们家这情况有点奇怪哈，但是他挺坦诚的，也说了，然后也断联了，这不也挺往好的方向奔了吗？后来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不是想要结婚嘛，然后我就是想着说让他搬过去跟我一块儿住。第二个情况就是他非得要让我把他微信删了，我真不敢把他微信删了。那行，他搬过来住了吗？后来我就同意了，就是因为也能起到监督作用，然后也因为我也是想跟他结婚的，而且我们俩正常搞对象，我觉得也没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也想跟他培养培养感情，然后我就搬过去了。好嘛，就是各种矛盾就显现了。就是从第2个月开始，他找我要1000块钱生活费。啊？他现在房子是租的，然后跟我住在一块儿，他会把房租直接退了。然后我现在在天津的这个房子是我从小一点一滴攒起来，然后买的这个房子，说句实话也不少钱呢。他跟我住在一块儿，所有的衣食住行全部都由我来出。那我管他要这1000块钱，说句不好听的，那对我本身就已经很不公平了。我觉得，因为2个人生活的不可能仅仅只有1000块钱吧。我要是连这1000块钱我都不找他要，那说句不好听，那我就是在养一个女儿。那咱俩是搞对象吗？而且我后来也没有说不给他，但是我反感这件事情，因为我作为一个女生，我搬过去跟你生活，然后他工作忙，然后有的时候他顾不上生活的一些事情，那洗衣服做饭大部分都是我付出。那你跟他要1200啊，保姆费吗？我可能有点傻，我不会制定男女之间的博弈，我可能他要真管我要1200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再管他要1000块钱。他本身也是特别能说的一个。1200了。对，因为说句实话，他那1000块钱的话，其实我已经算到了他会帮我洗衣服做饭这个范畴里面。天哪，难怪你找不着对象呢！天啊！还有什么你们之间矛盾吗？这你男朋友说都不想娶你了，我都听到这儿，应该是你不想嫁他了，怎么发展到今天是他不想娶你了呢？而且态度坚决。刚才他就是处以为自己条件好像总压着我似的，然后就是他每周5晚上不回家吃饭，和他朋友们一块儿出去聚餐去。但是我一问说去哪儿吧，
人家也不透露行踪，然后就是我问了得有半个月的时间，他才就是松口啊，原来是去一个驻唱酒吧。就是去听有一个就是人美声甜的一个小姐姐唱歌。当时那个不是这个现在这个小姐姐，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这驻唱酒吧里面已经换了好几轮的人了。我们去那儿是为了联络这么多年的感情，因为我们经常去那儿一块去聚餐，一块去聊聊天，那是我们兄弟几个人一起的回忆。哎，他点歌吗？花钱吗？消费吗？对，他这个。点一首歌都得200多块钱，哎呦！然后那个平时每次回来，我问他消费多少，700、800块钱。然后我心想，这也不是一个抠门的人吗？挺舍得给自个儿花钱的。就我那1000块钱，他点歌用了。不是我在他身上花的钱远远要比我在我兄弟之间花的钱要多得多。我们花的那700、800块钱，是因为我们兄弟几个人一块儿花的钱，不是说我一个人去花的700、800。哎，他在你身上，比如说送礼物呀、买东西啊，有过什么样给你消费的？就像他。酒吧一花豪掷千金的这种有吗？就说到花钱这一点吧，其实我还挺介意男生愿不愿意往我身上花钱这件事儿的。谁都介意，那是吧？那证明我不是不正常的。就是他有一个特别搞笑的点，就是在他心里边有一个1000块钱的坎儿，就是说在他那儿给女生花钱不能超过1000块钱，是他说什么自己立的一个什么原则。前段时间我过生日，我跟他说。看中了一条裙子嘛，2000多块钱，还有就是我报了一个摄影课，2999，然后我就说这2个你就是作为一个心意，你送给我一个，然后结果呢，他也没说拒绝我，也没说答应我，但是我就等着呗，我还挺开心的。结果到了生日当天，给我转了一个999的红包。那我没给你买蛋糕吗？那蛋糕也至少得200、300。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理科生，其实按理来说，喜欢各种各样的事去套公式，大家都能理解，对吧？我前面那2次就是那个失败的这个恋爱的话，我也是这么对我女朋友，他们在这方面其实都能理解。所以没谈成吗？首先啊，尹医生，我同意。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电子学部计算机专业模式识别方向的工学硕士，我的很多师兄弟姐妹都有类似的小原则。哦，真的，都是要套着公式的。哦，我可能在人情世故方面我没那么娴熟，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设一个坎儿，这个坎儿不过，哎，这是我的一个自我保护方式。哦，对，咱们稍微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俩在谈恋爱，就是住在一起的阶段啊，那个女生其实唯一一个花钱可能就是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但是买礼物，然后衣食住行，所有都是我在花钱。那么我花的远比她给我的要多得多。但你说谈恋爱的话，你不能说只能让男生一个人付出。对，这就叫量化，我要量化。所以姑娘啊，咱也不再去深究什么了，这个就是这么个情况，关键看你怎么选择是吧？您还是有过婚姻的，还有孩子是吧？是男孩女孩啊？男孩。跟前夫还是跟你呀？就是现在是跟我前夫抚养权，但是我前夫他也要再婚了嘛，然后愿意把孩子抚养权还给我了，但是我现在又有了他了嘛，我就觉得我也不能完全不考虑他的感受，然后我就也找他商量了。但是在这之前呀，我带我孩子就是跟他也见过面，也一起相处过，就是相处的也都特别的愉快。而且我儿子还生过2次病，都是他忙前忙后，就是挺付出的。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比较喜欢小孩的，而且他本身这个人也是比较热心的。然后我就觉得他应该会接受这个孩子。那可就不一定。那反正我跟他说这件事儿了，他就全程黑着脸，我没法高兴得起来。就是说，他前夫当时在离婚的时候要孩子这个抚养权，那么那个时候孩子的抚养权是归他的。那么现在人家前夫有了新欢，想要结婚了，不想要这个孩子了，然后最后把抚养权给他，他还特别乐意接着。前夫不负责任。你说我能？咱不攻击别人，咱就说我不愿意替别人养儿子，就这一个理由，没人能说你不是。女士，我问一下你啊，你要把孩子接过来，他就不接受，那你这孩子还要吗？抚养权？我替他说了，他不可能不要，他不是一个阿猫阿狗，一个小宠物。不愿意要这个孩子，我再不要，那孩子是不是也挺可怜的？所以，女士，你也不能不要抚养权，是吧？对，所以我替他说，他不可能不要。那你还来干嘛呀，姑娘？人家很明确告诉你不行啊。我觉得很多事儿是可以一起商量的，而且我也明确跟他说了，还不会因为孩子影响我跟他之间的生活。来，能商量吗，先生？这件事商量不了。所以其实压倒你们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前面说的什么1000块啦，什么结不结婚，就是这个孩子的归属问题，是吧？这个确实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没错。但是之前确实还发生过一个事儿，让我差点背过气去。啥事儿啊？他不是那个就是干什么文艺，就是做一些手绘方面，然后摆个摊主嘛。他当时的话，就是他那库房里面好多东西都卖不出去，都摞成山了。
然后我是一个医生的话，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在患者出院的时候给患者做健康宣教，然后我把这些小玩意儿的话免费送给患者，可以联络一下感情。那么他当时就不太愿意了，他就说那我做的好好做的东西，那凭什么给你啊？当时我就特别不高兴，我就说了，那你的这些朋友亲戚的，那你在就是生病的时候，那我不是也是帮着一块儿去挂号，去找专家，然后去走流程，欠人的人情。那我的这些人情的话，还有这些人脉资源，它是属于无价的，要远比它这种有价的物品要更珍贵的要多。哎，谁不愿意给你？我支持你工作了吧？不是，他每次从我这儿拿的时候，我都是愿意给他的，只不过我就是那么说一嘴，可能我嘴比较碎。但是我都是每次都支持他，都给他了，反而是他不支持我工作，我就让他帮忙转发一下我的小店到他朋友圈。那你连文字都不用打，你就直接转发，也不用帮我推销，对吧？因为本身他也说了，他资源圈好，那我让你帮我宣传宣传总可以吧？我没有办法帮他宣传。但是他也不愿意啊，是他没有帮助我，这怎么还成了我没有帮助他呢？反正你俩都是做点啥都得有一个回报，或者做点啥咱都得有点收获，不能白做啊！都这样，行了，其实这个不听了。其实听得挺生气的，挺愤怒的。你们两位，谁先来说说你们的感受啊？我觉得没有必要结婚了。这位男嘉宾，你去酒吧的事情，我觉得你就应该直接跟他说，然后你就直接告诉他，你不能有隐瞒。你等他自己知道了，发现他就感觉你在这里边，你有哪有欺骗有隐瞒，这样很容易产生误会。我也觉得可能没有太大必要进行下去吧，而且。李医生他说，他之前的一段关系就是因为女生特别没有主见，然后关系搞黄了，也没结成婚。但你好像也没有主见，你总是在听你父母的，对吧？就这一点我是不太能接受的，而且孩子确实特别的可怜。好，女生，我再最后问一下啊，你今天诉求是，即便前面你们说了那么多，你的诉求还是希望和他结婚是吗？就找到一个可协商的一致的结婚方案。我现在就是也是比较纠结，因为他有我看重的地方，然后也有我忍受不了的地方。所以你是希望听听老师们建议，你们该何去何从是吧？对。好，明确了。先生，再明确一下你的诉求是？我今天如果他的孩子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放弃不了他的抚养权，那我身为一个男人的话，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接受。好，对，听听老师们怎么看啊？我没有想到会从你们身上听到这么多狗血的事件的集合，我不能理解什么叫做我们俩偷偷结婚，但是我还得去当着我的父母面见相亲对象和相亲对象假装约会。我也不能理解什么叫做你来跟我同居吧，但你来跟我同居就是来占了我的便宜，每个月你要给我1000块。我也不能够理解男生都对你这副样子了，你还要上赶着往人家家待，宁可把自己的儿子放在爸妈家，然后自己委身在男人这儿还交着房租。从你和这个男人的相处模式里头就能看出你大概跟前夫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明明知道这个男人不够爱我，我要去跟他同居，你不自尊不自爱的。现在你的前夫已经通过抛弃孩子来证明了他可能的确不是一个什么好男人，那么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很倒霉，同时也遇上了一个糟糕的妈呢？你不是应该在第一时间欢欣鼓舞通知他，我要回去当妈了，我得到抚养权了。如果你说你要我，那么请你跟上我的脚步，和我一起去接孩子。如果你不跟，再见了。可是你却在母亲还是为人同居女友中，你居然选择了跟男人混，也不回家，轻贱。而对于他的这一些奇怪行为的暴露，是因为正好遇到了你们让他可以自由生长。他但凡遇到的是我们3位女士中的任何一个，他的哪一点都暴露不出来，他都憋回去了。只有你认为别人廉价的时候，你才给别人定了一个价。这个价之所以放在这里，是因为这个栏杆叫做什么？在你心里，这个栏杆就叫做我看不上的女人别过界。你心里头有衡量标准的，没看上她，咱其实应该放过她。以您可以找到跟您自己，无论是您的家世也好，或者是说您的学历也好，您的期待也好，能对得上的姑娘，只要你愿意拿真心去对人家，而不是一上来总利己。
如果您仪表堂堂，各方面都很好的您找不到理想中的伴侣，就是因为您不是用理科生的标准拦住了优秀的女人，而是你用利己的标准拦住了美好的爱情。女生，你从来都没遇到过一个懂爱的男人，所以你到现在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男人，你活得很将就，掏着钱去跟这个男人住在一起，很卑贱。这位男士啊，我也不知道你们家是什么样的书香门第，但是真的让我很诧异呀。什么所谓的父母包办，什么年代了还有父母包办？女生跟你奔着结婚去的，想跟你住在一起，然后你让他交1000块钱。然后说，如果要是当保姆的话啊，他要是那个算得很清楚，那我就不止这1000块钱了。天呀，你怎么配有一个老婆呀？而且啊，什么人美歌甜的小姐姐，你是不是他交那1000块钱，你都去听歌去了哈？人美歌甜的小姐姐，你这样的人有友情吗？这位母亲，你为什么不能有点骨气呢？他把你当做保姆都不是，咱们有一点骨气，真的太卑微了。你可以抛弃全世界，你不能抛弃你的孩子，你对你的孩子都没有爱，你还谈什么爱？是不是？所以我最后想跟你说的是，这位女士，不要做一个让人瞧不起的女人。我觉得这个尹先生，现在的你啊，不适合婚姻，我明确的告诉你。为什么你那个门当户对的女生从来不喜欢你？你说你也不喜欢她啊？我不觉得。其实你是一个，如果别人喜欢你，抛给你橄榄枝，对你真诚的显示爱意，你是愿意接受的一个人，否则你不会选他。他喜欢你也是因为你条件好。虽然他今天还说想嫁给你，一点都不是看上你了，还是看上了你的条件。你不觉得自己也很可悲吗？如果你还是按照自己既有的这种方式去恋爱，我劝你也别找那南墙使劲撞了。咱踏踏实实做一辈子的医生，研究好你的本专业，多去帮助需要你救治的病人，也许这是您的使命。娶媳妇儿生孩子咱算了吧。当你爱情不设限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收获幸福的家庭。女生，我简单说一下啊，如果哪个男人跟我说你要带着孩子跟我就不和你在一起，有多远滚多远。对，是的，我还用你选？是的，你还在那想，哎呀，我犹豫，我首先犹豫我要不要抚养权，其次我真的要了，不会影响咱俩的生活，我会让外公外婆看，那说的是人话吗？我是要找幸福的，男人对我来说也是幸福，孩子是我的责任。我不相信，当你有着这样坚定信念的时候，你带着孩子成了累赘，对他来说，你的孩子是累赘。他有这个观念产生的时候，你就应该让他永远分开。明白吗？当你有了这种自尊自爱的能力之后，自然会吸引爱你的这个人，而不是因为你条件比他差，而不是因为你上赶着和你在一起，而是尊重你、爱你、欣赏你身上的女性的美，欣赏你身上独立的光辉，欣赏你爱孩子那颗赤诚，自然有人爱你。他不爱你，赶紧走吧。我相信3位女导师对于爱情都有自己理想化的理解。婚姻是现实的，谁在婚姻里没妥协过？谁在婚姻里没自私过？我先跟尹医生说啊，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狡猾的女人，3个月的时候可以啊，咱们先结婚吧，你就结了。结了婚之后不出半年，老公，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可能你要做爸爸了，我需要见孩子他爷爷，你还瞒得住吗？瞒不住。他没有，那怎么能不呢？所以说他不坏。还有，为什么女生跟男生未婚同居就不能出1000块钱？3位，假如我要跟一个男人同居，我会主动承担很多，比如说购置东西，比如说物业费、水电费等等。所以我认为我不需要以上交的方式，而是我会选择分摊的方式、分担的方式。这又是语言即世界。什么叫上交？我只是拿过来，我们一起交啊，上下从何而来？因为所有的钱都是我在花，所以说我觉得我管他要那1000块钱，对呀，上下是从态度上来，就像他说的，我管他要那1000块，这就是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
是而我这样啊分担是我主动要求承担，我出于体恤他人。我们这是每个人理解您提问不一样我回答的，我们您别再每个人理解 Q 我了，不一样我就不回答了。是这样啊，孟女士，你觉得有上下吗？您要不说我可对呀能这人也就比较你单纯。觉得有上下吗？所以每个人对于爱理解我们不一样的。我就知道他管一个我要钱，我写不舒诗的人服。别的跟一个写程序的人对于爱的理解一定不一样。他就是个理工科，他学了一辈子公式了，1000块钱再多了，万一我碰上一妖精把我坑了怎么弄？他是这种人呐。你们2个人做的其实就是很多普通男女做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二位，你们俩挺合适的。我只是作为一个俗人，我不是高尚的人，我是一俗人。我见过太多世俗的爱情、婚姻，我就觉得你们俩人能过。没事，你们在不在一块儿随你们2位。我只是说，你们2位做的事儿没那么严重。我也是理科生啊，但你这种计算幸福的公式，如果你认为你想要得到幸福的话，我觉得公式错了。其实问题很简单，婚姻、爱情这是2个人，对不对？你是不是找到那个适合的那个人？哪有那么巧？你这公式正好能用上那个人的公式，啪，你们俩在一起，你找一辈子你都找不到。那么门当户对的那么一个女生，哇，你们2方的这个家长都非常认可呀，想必他们也很了解你们2个人啊。哎，为什么走不到一起？如果那个女生同意你1000块钱的标准，那个女生所有的都听从你的标准，你会喜欢她吗？不会。对，那你告诉我，什么公式会找到那个你喜欢的那个人？怎么找？就是真正就是能遵从我的原则，然后愿意跟我。我就说那个女人全部遵从你的原则，但她激不起你的激情啊。对，因为实是吧在是没有眼缘。那请问那个演员要花多少钱去换来？获得那个演员的标准公式是什么？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心中先不要有一个公式，然后我们去和对方去谈、去聊，否则你找的就是一个交易对手。记住，婚姻爱情找的是什么？叫生命同行者。如果你把它视为生命，未来你2个人要走完一辈子的这个人，请问什么标准？我们坐在这所有的专家都没有这个标准。我们会因人而异，我们坚持自己应该坚持的，但我们一定会妥协我们觉得愿意的。这个女人，你给她这1000块钱，因为你心里就认定她就是1000块钱的标准。但是我告诉你，1000块钱绝对换不来你的幸福。这个女人交给你1000，但她也未必能够陪你走多久。老师们有各自的观点和建议啊，你们去认真思考一下。那我们请2组嘉宾回到门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腾讯视频、优酷视频来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情感困惑来答疑解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啊，在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啊，我们报名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小心上当受骗。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对啊，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来，请开门。这可能悬念不大哈。那第2对他们又会做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感谢老师们的分享和交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